三国演义》里的诡异事件，哪一个最让你感到脊背发凉呢？如果大家觉得《三国演义》只是刻画的猛男对决和智者过招，真是小看这部著作了。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，作者罗贯中不仅在演义里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，还穿插了不少诡异离奇的事件，而这些事件多被赋予天谴、诅咒、显灵等超自然色彩。作者塑造这些诡异情节，不仅反映出了古人秉持的天命说，更是一场人心的镜像。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曹操砍树出血事件。大王！曹操只是用剑砍了一下树，没想到树干之中居然会喷出鲜血，这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。据说这棵梨树已有数百年历史，当地百姓都认为它有神灵庇佑，劝曹操不要砍伐，但曹操不信邪，执意要砍，结果就造成了这样一番景象。曹操见状大惊失色，随即头也不回地驾马逃窜。但就在当天夜晚，他便做了一场关于梨树之神索命的噩梦。梦中一位白发老者披发仗剑，身穿皂衣，指着曹操怒斥道：吾乃梨树之神也，入盖见始殿，意欲篡逆，却来伐吾神木，吾知汝树尽，特来杀人我。说完，老者便仗剑砍向曹操。曹操大叫一声，惊醒了过来。虽然这只是一场噩梦，但曹操却因惊吓过度导致头疾发作，从此惶惶不可终日。后来名医华佗前来诊治，提出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，结果曹操一听就怒了，认为华佗意图谋害自己，于是便命令部下将华佗关进大牢，最终竟将其拷打致死。就这样一代神医死于奸雄之手。然而令人更加惋惜的是，华佗传给狱卒的医学著作《青囊书》竟被其妻子一把火烧毁了，这直接导致华佗的核心医术未能传世，成了医学流传史上的一大损失。华佗死后，曹操又连着做了几日噩梦，夜夜梦见仇人前来索命，导致病情急剧恶化，最终病逝于洛阳寝宫，寿66岁。对于这起事件，民间访谈的看法是曹操一生杀戮过多，晚年为了给自己建造宫殿又大兴土木，这都是在严重违背天理，所以终遭报应。作者让曹操因伐树溅血水而引发头疼病，最终惊厥而亡，这就给人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感觉。如果没有这一遭，那很可能他就不会挂这么早，也许还能多活几年。而这则诡异事件也告诫人们，一定要保护自然环境，对环境的大肆破坏终有一天会遭到反噬。但这起事件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，梨树索命不过是曹操因惊吓而产生幻觉的心理作用罢了。至于那棵流血的大树，也不存在成精一说，其实那是一棵龙血树，这种树在树皮受损后流出来的红色树枝确实很像鲜血。这起诡异事件也出自于曹魏，与曹操砍树出血颇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故事发生在曹魏基业第3代继承人曹睿统治的后期。诸葛亮死后，曹睿认为蜀国无法对魏国再构成威胁，于是逐渐开始变得骄奢淫逸，不仅大兴土木，还追求长生不老。而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曹睿便命人将长安宫内的一座大铜人搬移到他所修建的园林之中。据说这座铜人像是汉武帝时期铸造的，历经100年不倒，吸收了天地之灵气，汉朝24帝为汉武帝享过最久，所以曹睿便将这座铜人视作为王朝屹立不倒的一座精神象征。可由于铜人十分高大沉重，无法整体搬运，于是就有人出主意将铜人拆解分割。结果就在工匠们拆解时，发生了诡异的一幕，铜人竟然流出了眼泪。众人见状大惊，就在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时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铜人轰然倒下，最终酿成了砸死上千人的大悲剧。这一事件被后世认为具有象征意义，它既宣告了汉朝气运已尽，也同时暗示了曹魏基业的不稳定性。董卓或许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死于义子吕布之手，其实就在他出事之前，先后有5次不祥的预兆。首先是董卓之母感到心惊肉跳，坐卧难安。其次是进京长安的路上，董卓所乘的马车突然断了轮子，董卓下车乘马，行不到10里，马儿便开始咆哮，扯断辔头。第二天，董卓继续赶路，不料天气骤变，昏天蔽日，飞沙走石，阻碍了行程。好不容易抵达长安城，小孩子们却又唱起了千里草、何青青10日补，不得生的童谣。最后是董卓入朝前，
一个身披青袍白金的道人在他面前走过，那道人手执一个写了吕字的幡儿。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暗示董卓要死于非命。然而接二连三的预兆也并没有引起董卓的重视。可笑的是，就在他最后高呼吾儿奉先何在时，回应他的却是吕布的致命一计。董卓身亡后，其部将李傕、郭汜攻入长安，劫走其尸体以备厚葬。结果下葬的那一天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随之电闪雷鸣，劈开了董卓的棺椁。李傕无奈之下，只得命人重置棺木，择日再葬。但到了次日，棺材再次遭雷电轰炸。第三次下葬也是如此，一连3次，董卓的尸体终被雷电炸成了灰烬。对于这件事，长安城百姓纷纷传言，董卓罪孽深重，生前所做之事触怒了上天，所以才遭致天谴。而这也正是作者想传达给读者的信息，所谓恶有恶报，作恶多端的人最终都不得好报。不过这里还是要告诫大家，要相信科学，切勿迷信，毕竟以上的故事属于艺术创作，肯定有夸张神话的成分在内。好了，这一期先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接着解密。